好，然后我今天要来讲，就是我使用了一阵子这一款 Galaxy Z Fold 3 5G 之后的一个心得。那我大概使用时间大概是1周左右。那我们就先从手感开始吧。那其实手感我觉得沉重的感觉，我觉得还 OK， 没有到非常明显。但其实我大概只使用1周，所以说我的手其实还是有些许的一点点不是这么的适应它。但是有点我很确定的是，每次你这样打开，感觉还是很爽。然后虽然说每次你打开都很爽，但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小小的改进，就是它在这个开合的时候，有时候会滑手，左手要把它掰开的时候，有时候左边没有止滑的材料，我会希望它可以在两侧可能有点不同的材质吧，这样你开荧幕的时候，手指的摩擦力会比较够。要不然你有时候刚早上起床，然后你要看手机的时候，结果你手机在打开的时候，这样没有拨开它，你会有点不爽。再加上起床就更不爽。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他们之后可以在这边再加一点点的材质。然后意外的是，我使用内荧幕的频率远远超过外面这个荧幕。我几乎每次打开，除非真的只是看通知，我都会把内荧幕打开。我觉得这点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因为其实它外荧幕做的也蛮好，但是我几乎每次拿到都是直接这样打开，然后使用它的内荧幕。可能是因为我太喜欢这块荧幕了，这样拿起来的感觉，这样看真的是觉得很爽。好，然后接着我想聊一下折痕。其实折痕这部分，我这几天使用的体验下来，它其实正面观看的时候是真的看不太出来，但是如果你是侧面去看，就是旁人在看你用手机的时候，其实折痕是比较明显。但是使用者正常来看的话，我觉得一般日常使用，基本上我个人是完全不在意啊。我很在意折痕，你可以去体验馆试试看。那基本上我觉得一般日常使用，如果只是看看影片或什么，我用起来我都觉得完全几乎感觉不到，因为我可能都是正面的看着它。但是有个东西很有感，就是键盘。它这次的键盘，它有做一个左右分离的机制，就是它把键盘拆成左右，这样你在双手打字的时候会比较好打。但是 Gboard 也就是 Google 那个键盘，目前还没有支援这模式。所以说，如果你想要用这模式去打字，你摊开之后打字最舒服的方式是这样子的话，你只能用三星内建的键盘。但是三星内建键盘，我觉得它分离的方法有点奇怪，就是它左右分的方法跟我在双手在电脑键盘上打字的感觉是比较不一样的。像是我都是用注音输入法，那它注音的它那个丝，基本上我都觉得是右手的领域，但它都分到左手，所以我就每次打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卡卡。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误触矫正功能，我觉得没有比 Gboard 好。所以说，其实我用到现在1个礼拜，我打字还是蛮容易打错。其实我都已经打开大荧幕去打，这点就是可能还在用久一点才会习惯吧。然后再来就是这块荧幕真的是多功的真谛啊！就是我真的拿到这种大小的荧幕之后，我才会觉得在上面使用多功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光是像是你看 YouTube 可以边看边做笔记，或者是你可以边看 YouTube 边逛一些东西，这点都会非常的实用，因为荧幕的大小是够的。那之前手机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卡，然后打字再加上键盘就超卡。但是这块荧幕真的让我觉得有增加我的生产力的感觉。而且这种荧幕你知道拿来干嘛吗？拿来看骨架是最适合的。我觉得这款手机商务人士用起来一定真的超爽，它骨架看起来是最舒服的，不论是外幕还是内荧幕的感觉，我觉得都是好的。然后接着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那好消息就是呢，我觉得这块内荧幕摸起来感觉非常的硬，它感觉比我想象中的坚固很多。我本来在使用的时候，我很担心说会不会用之后就指甲就刮到啊，它就有痕迹或什么，但其实不太会。它整体来讲比你想象中的强壮非常的多，我觉得使用的体验非常好。就是我个人已经觉得蛮趋近玻璃了，有点像玻璃贴了一层膜在上面那种感觉，但是它是硬的。你去使用看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吧，这一代才会支援 S Pen。那坏消息是什么呢？相信聪明的你应该已经猜到，就是我还是没有接到 S Pen 的部分啊，这个真的是心得和开箱的一大遗憾，所以我就拿了一般的 S Pen 去搜搜看它，我就拿了我 S21 Ultra 那时候买的 S Pen， 果然它就跳出了警示，就是你还是需要使用专属的 S Pen， 要不然这款手机可能是会受损的，这就是坏消息，没办法，先跟各位说一声抱歉，还是没有体验到 S Pen 的部分，是比较可惜的。好，然后接着我想讲一下，这么大块的荧幕之下，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系统的优化。首先，我觉得 One UI 已经优化的越来越不错。我这次基本上没有装 Nova Launcher， 因为我想要体验它系统优化的感觉。我觉得整体来讲，最让我惊艳的第一点就是它的动画，再加上这个120赫兹的荧幕画起来非常的爽。然后再来就是它其实有一些 App 优化已经不错，像是我有展示到的日历啊设定这
这种东西已经不错，但是它还是有一些软体有待优化，像是 YouTube 在通知列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到外萤幕的通知显示是不完全的，然后内萤幕是有的，外萤幕就是会漏缺一部分，这点就是会比较可惜一点。然后再来，我想讲一下 Instagram 这边的话，一开始 Instagram 是没有支援它的全萤幕显示的，就是它的比例不是全萤幕的比例，你必须进到设定中才可以把全萤幕的比例打开。那一打开之后，它确实是有全萤幕的显示，这点会变得非常好，然后也是他们系统的一个怎么讲不错的一个应用。但问题来了，你再进到它的限时动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外萤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内萤幕你有一部分的讯息是会被砍掉的，比例是不对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要用 Instagram 来滑这款手机的话，所以你想用这款手机来滑 Instagram 的话，它就会有一点使用的体验没有到优化到非常好，那这点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可惜。然后最后我想聊一下 Line 的部分 ，Line 的部分应该也是大家每天都会用到，我自己用起来觉得它就是一个考试考在中段班的学生吧，他没有特别的优化到很好，但也没有特别的不好。但是我后来发现三星的实验室有一个东西很有趣，他每次都在实验室藏一手，就是他这边有藏一个东西叫做应用程式分割检视。那开启之后 ，Line 就会出现左右页的分隔，我觉得是非常好，有点像设定那样，你左边是每个都是聊天室，右边就是你聊天室的内容。那个点左边之后，它就切到那聊天室，你就不用在那边返回，然后再点下一个，返回再点下一个，你直接点那一个，它就到那一个聊天室去。但是因为这个是软体去造成的，我猜 Line 应该是不支援，应该是三星的功劳。但是它的软体没有做到非常好，就是你在每一次切聊天室，或者是你要开启键盘要打字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一点卡，而且那个卡大概是1秒吧，所以说是蛮明显的。所以我后来都是把这个功能关掉，就有点可惜。好了，然后再来，我想聊一下就是这次的遗珠之一。这个相机，这款相机呢，基本上规格好像跟之前是蛮像的，所以说如果你是像我追求这种顶尖相机的，这款的相机可能就不会是你的第一个首选。但是我必须替这款相机平反一下，它在一般的日常使用中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上就是中上的水准。当然你在很灰暗的地方，像这张图，猫咪会变得有点雾，但你只要是光线充足的地方，猫咪还是非常的可爱的。那再搭配一些场景啊，或者是肥肥的猫，我觉得照片拍起来都是非常的舒压。那它在广角和一般，然后还有长焦2倍的光学长焦，我觉得表现水准都还是 OK 的。但是就是它不是怎么讲，不是目前这个世代中最好的相机表现。如果真的要最好的话，我个人还是首推这支 Galaxy S21 Ultra。所以说这就看每个人的考量。然后，但是我记得我在开箱的影片中有测试到自拍的环节，我后来也很常喜欢拿来用自拍，因为我想说这个萤幕可以用后镜头自拍，这简直就是这支 S21 很少做到的事情。但是我后来发现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你很难握，因为你打开之后，那假设你按了那个后萤幕预览，它已经开启了，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块萤幕你不知道握哪，你握这样握着，有没有？它这个手这个触碰到的地方就会对焦，或者是你就会开始有一些很诡异的缩放。我后来都会这样拿着，就是这样。但这样正面你这边又挡到你的预览画面，所以我后来发现你一定要开启一个东西，叫做左上角就是这个查看拍摄画面，然后你的手就这样拉着，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拍摄场景，然后你的手也不会误触到，我们看有没有误触，然后握起来舒服。要不然这只手机你如果真的握不好，然后手机又偏大，它掉到地上，单价又不低，你这张自拍照片会非常贵。然后接着就是萤幕下镜头，也就是这次很新的一个功能。这款萤幕下镜头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因为在日常的场景情况下，你是完全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它的拍照和录影的等级大概就是视讯等级吧，你不要期望它做得非常好。好，然后现在这就是使用这个萤幕下镜头录制影片的感觉，其实不会说真的很不行，但是就让它就是视讯等级，你可以看得到说这边这个光是有一点因为像素的关系有点被遮盖住，但是感觉大概就是这样啦。你一般拿来做视讯，对方不会觉得怎样，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欢自拍的人的话，我会建议你还是换到后置相机去拍会是最好的。这我可以接受，但有一点我比较不太能接受，就是因为我都是习惯打开
荧幕去做内荧幕的使用，然后我会用脸部的侦测。那脸部的侦测使用到就是它这一款荧幕下镜头，我个人很明显的感觉到它脸部解锁速度是有感下降，这点可能之后还是需要再做额外的调教，要不然使用者的体验上来讲，这点是还蛮有感的。好，然后最后差不多就是来讲一下续航力的部分，也是这次我觉得算是这款手机的硬伤之一啦，因为它的荧幕，你看外荧幕这么大，然后内荧幕更大，这么大的荧幕情况下，它的电池的消耗量一定是不低的。每天使用荧幕的使用时间，我这几天用下来坐落大概都是4个小时到4.5个小时左右，大概就要趋近于10%到0%之间。所以说它的续航力，电池上来讲并没有到非常优异，就是我还是会建议说，可能一天之中还是要有个1充会比较好。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充电速度，我这边实测一开始的充电充了30分钟，只有额外充了35%，也是从10%增加到了45%左右。那整个从10%充到满的时间，我花了大概快将近2个小时，所以基本上这一点就是它折叠手机啊，你不能要求它太多，但是好还可以更好嘛，这一点就是还下一代可以再加强。接着我们也不能只打嘴炮嘛，就是我们还是要给一些实质的感想。我个人会期待下一代看到的更新会是，首先第一个是软体，希望它的软体可以做更多的应用，像这次的 Spotify 应用感觉就非常的好。那我希望可以之后可以看到更多，可能跟 Instagram 有合作吧，因为会拿这种这么酷炫的手机的人，应该是内心上应该是有一点想炫耀吧，你自己问问看你自己，应该是吧。然后再来，我期望下一代的更新会有相机的更新，因为这款的相机就是后面这3颗镜头，我还是希望它的拍照可以再更好一些。然后再来就是萤幕下指纹，因为我 S21 Ultra 用久了，我真的还是蛮喜欢萤幕下指纹，即使是使用外萤幕的时候，我还是会不小心这样去按它，然后发现打不开，就是个人的习惯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我还会希望它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萤幕下镜头可以再有下一代的 improvement， 因为这一代在脸部辨识，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让使用体验有点扣分。然后最后就是充电速度，我个人其实对充电速度是没有这么在意的，因为通常现在大家不太能出去玩嘛，还是其实我上片的时候已经可以出去了，这么爽，就是通常只有在出去玩的时候你才会这么特别在意续航。那如果要一般的话，办公室啊或者是家里都一直可以充电，所以我这部分我其实是还好。好啦，那最后就是讲一下它的价格，我个人觉得这次的价格开得很不错，非常好 ，Good job。虽然说上片的时候我不知道它的试用活动还有没有，我在开箱影片有提及到那个试用活动，非常的棒。如果你真的很犹豫这一款手机的人，你赶快去参加，因为免费试用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的。那这次的开价我也觉得很不错了，开了这个6万块以下金额是有吓到我，让这个折叠手机更加亲民一点，已经进入了一般主流手机的那个区间内，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好啦，那这大概就是这一次使用这款 Galaxy Z Fold 3 5G 的一些心得，还是比较可惜的是没有测到 S Pen 啊，不过就之后有机会的话，我再找时间看能不能使用一下吧。好啦，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底下留言问我，虽然说到时候我的手机应该不在我的身边，但是我如果知道的话，我还是会尽量回复你。好啦，那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就帮我点个喜欢，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让我们3星粉丝的势力更加浓厚。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